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何时会结婚？你们的那个婚姻的伴侣啊，他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特质？你们两个人会有怎样的故事？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呢，关于你们何时会结婚的这个课题呢，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是那种土象能量很强的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你们在感情上面啊，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你们会觉得在爱情之外拥有多少，决定了你们能够拥有多少爱情。当然，真正的婚姻它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啊，但也绝对不是那么现实。就是说，你们在婚姻上面或者说感情上面，其实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理智的、比较理性的那种类型啊。但是呢，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你们在对待婚姻上的这种理性啊，能够让你们非常客观的看待婚姻，不对婚姻抱有过高的期待和要求，反而更有可能收获到一段不错的感情或者说婚姻关系啊。因为真正良好的感情，它一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相对来说，你们结婚会比周围的同龄人要晚一些。就是说，你们会先让自己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一定的事业基础之后，你们才会考虑到婚姻。就是你们在感情上面，你们的选择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你们可能不太相信那种闪婚或者说一见钟情。你们对于那些快速的东西啊，都有着一种天然的警惕。你们相信的是那种缓慢平和的感情关系。你们要的不是那种一瞬间的感情啊，而是在激情消退后能否还有依赖感，愿不愿意陪伴彼此。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的话，我看到的是你们结婚的年龄啊，至少要在26到27岁左右啊，甚至是以后。就是这组牌你们会先让自己变得有钱有事业以后，你们才会考虑结婚。而且你们未来的那个婚姻伴侣呢，可能比你们还要更有钱啊，因为他是一个土象特质的星币国王。对，他是一种，我觉得现实层面上他是那种强强联合的。而且这个人的话呢，他是那种土象和水象特质的结合。因为他是这个抽到的是星币国王还有这个圣杯国王啊，他是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和极端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个人呢，他有2种非常极端的理想在他的身体当中啊。对方呢，首先他是一个星币国王啊，就是说他在事业上面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是企业啊，他可能是自己创业，也可能是家族有某种产业他能够传承下来。他是一个很勤奋很自律的人啊。他们其实表面注重现实，但是他们其实并不享受这种物质。他们的精神活在过去和未来啊，而且呢，因为土象特质让他们会为了那种无法名状的未来永远在蓄力。虽然说怀旧，但是不会回头啊。他们的内心当中依然是保留着一份纯真的，只有赤诚能够打动啊。星币国王他的掌控欲可能会有一点强啊，所以说他们在事业上面会非常的拼命，因为他们相信物质能够带给他们安全感。他们其实有着很强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而且呢，他们是需要这种精神上的依托的，他们的骨子里面是那种非常浪漫的人，他们希望能够追求一种精神层面的富足。对方的话呢，他们有这种感情洁癖啊，谈过的恋爱其实并不是很多啊，属于那种特别念旧的人啊。虽然说他们念旧，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回头。而且呢，你们和他们的这种感情也绝对不是一见钟情啊，更像是日久生情。2个人在感情上面其实都需要很强烈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作为基础。所以说这种感情我觉得更像是从友谊慢慢发展起来的，因为幻想和新奇都会随着时间的流动和经验的积累而消失。但是以深厚的友谊为核心的爱情啊，可以在激情退却后，依然因为双方都深爱着彼此最真实的模样，而让这段关系保持着长久的饱满和丰盈。所以说这种对方的水象特质啊，可能会让他住在这个沿海一带有海的地方，或者说长江黄河啊。他们自身有很强的这种商业头脑啊，经商的天赋啊，这可能是从他们的这个家族里边遗传到他们的身上的。你们会在周围有很多水元素的地方遇到这个人，或者说你们会跟随这个人来到一个非常富庶的沿海城市，开启新的生活。
你们两个人可能在春天或者说夏天认识啊，但是深入的开展关系是在秋冬。你们的这种感情是建立在彼此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可能还会经历一些共同的事情，让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啊联系变得更加深刻。这种爱呢，它是一种细水长流的爱，可以治愈到你们。因为你们自身的情绪可能不是很稳定啊，总是在两种极端之间来回的摇摆和波动。那么对方他们就会抚平你们的这种情绪波动，缓解你们自身的焦虑。你们和这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心态也会变得年轻。就是你们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们自身也会变得更年轻啊，你们的面部会随着心态的改善而改善。你们整个人的这种能量和状态都会变得更加的积极。而且呢，这张 The Artist 艺术家啊，这张牌我觉得对方他是一个很有情调很有生活品质的人，他们对于艺术领域啊是有着一些独到的见解和造诣的，他们自身也会有一些爱好涉及到艺术领域，就是你们两个人在某种艺术层面和某个艺术领域上是有着共同的爱好啊，能够非常容易产生这种共鸣。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呢，它是存在于生活之上，但是又稍微高于生活的。对方的年龄应该会比你们大一些啊，大2到3岁左右，所以说在心态上他要比你们更成熟。而且呢，这张 Nine of Wands 权杖9啊，我觉得你们一开始其实是带着很强的戒备去接触这个人的，或者说你们对于感情就是有着很强的戒备。你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懂你们的人，懂你们的这种伪装和防备，或者说能够深度的理解你们，因为你们在感情当中可能受过很深的情伤，你们必须要克服的是自己内心当中的心魔，才能够和这个人在一起啊。所以说这张逆位的恶魔牌，你们在感情里边很容易会委屈自己啊，会压抑自己，你们在感情当中并不能够完全的把自己舒展开来。可能也是因为你们过去曾经遇到过一个错的人啊，你们在感情当中总是受到委屈被消耗的那一个人，所以说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之所以你们会和他发展一段长期关系呢，就是因为他能够让你们自身的灵魂舒展开来啊。那么这张宝剑8，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面多多少少其实是会有一点盲目的，就是你们那种看似非常理性，但是一进入到感情里边就会变得有一点恋爱脑，有一点盲目。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遇到对的人之前可能会遇到一个错的人，那个错的人他可能会以爱的名义来剥削和消耗你们，甚至是伤害你们，但是你们遇到那个错的人，你们才知道应该找一个怎样的人啊。所以说某种层面上来说啊，命运的剧本它是非常精妙的，错的人是为了成全那个对的人，而错的人也是为了让你们能够从一段没有回馈的感情当中得到觉醒啊，知道你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说这张宝剑10的逆位啊，你们是那种受了伤以后一个人默默承担的那种类型啊，表面上风轻云淡，但是内心也有感性的一面，只是不愿意倾诉，也不屑于抱怨，这导致你们在交往当中可能会有一点被动啊，总是默默的扛下所有啊，独自承受委屈和痛苦，在成全别人的同时，习惯性的忽略自己的感受啊。所以说呢，你们自身的这种特质啊，往往是越长大越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那么这张宝剑7呢？宝剑7这张牌，你们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啊，带着一些伤痛，还有过去的那些沉重的回忆，非常艰难的往前走。你们在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你们就会遇到这个对的人。你们身上有着很多的秘密啊，有着很多的伤痛啊，有着沉重的过去，但是只要你们能够坚定的往前走啊，你们总能够看到光。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Escape 逃离啊，我觉得就是你们未来的那个结婚伴侣，他能够带给你们这样的一种影响，能够带你们逃离那种原有的生活，带你们进入到一种新的生活里边。而第2张牌呢是 Earth Element Stability 啊，你们在遇到这个人之前，可能你们的生活都是很动荡的，但是这个人他会给你们带来一种稳定，因为你们明白啊，幸福的人生它不是靠时不时的惊喜来维持的，感受到现在安稳运转的日常的珍贵，在那个里边去感受琐碎的幸福。第3张牌呢是 Spirit 啊，太阳，就是说你们未来的这个婚姻上的伴侣啊，他会提供一种很强的这种精神层面的支持，或者说陪伴你们的，他们是一个太阳，小太阳，能够温暖你们，治愈你们。你们在被照亮的过程当中，你们也会尝试着自己去发光。所以说要相信这个人，要期待这个人，他就会真的来到你们的身边去呼唤他，他会给到你们回应的。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第二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二啊，就是说关于你们未来的这个结婚对象啊，它一个是黑色的圣杯，一个是白色的圣杯，你们两个人是一黑一白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两个人性格是互补的，你是黑他是白，或者说你是白他是黑，两个人相敬如宾，琴瑟和鸣。或者说黑色的圣杯和白色的圣杯啊，你们两个人的这种不同的特质在一起不会有冲突，反而会有一种相得益彰的感觉。当然呢，这个圣杯二啊，它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两个人要么就是性格完全不同，要么就是性格完全一样，都是那种外冷内热的类型。就是关于这组牌，因为我们是关于你们什么时候会结婚啊，这组牌它其实是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因为这张正义牌啊，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是那种很理性的，对感情有戒备的孑然一身啊，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边默默的努力的那种类型啊。你们对于人生有着很清晰的规划，但是在感情这块你们其实是有着很大的随机和不确定性的。就是这组牌你们可能遇到对的人就会结婚，也就是说这组牌的你们是存在这种闪婚的可能性的。你们在表面的理性之下其实有着一种最深层次的对于感情的渴望、需求和冲动啊。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是绝对不会向下兼容的，你们绝对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或者说为了婚姻而妥协，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这是为什么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会闪婚，是因为你们找到了那个对的人，并且你们能够识别出来，你们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人就是你们想要托付一生的人。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只会嫁给爱情啊，你们不会妥协，不会屈服，你们可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结婚啊，因为你们猜不透命运的剧本啊，索性就顺其自然好了。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三还有圣杯骑士啊，一个是火象啊，还有一个是水象，这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个结婚的伴侣啊，他所呈现出来的特质，就是说对方他首先太阳一定是一个火象的，就是说狮子、摩羯或者说射手，他们在性格上面非常的要强啊，非常的强势啊，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他们自身可能也是一个这种创业者啊，一个领导者，自身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但是呢就是这个人的话，他有很强的这种侵略性啊，雄性气息十足，所以说会对你们展开这种猛烈的追求。你们可能之前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所以说一开始会有一点被吓到吧。但是不要怕，他的行动只是为了得到你的心，且都是建立在不会伤害到你的基础上。因为你们是这个正义啊，正义的话，你们其实也是非常要强的，但是你们内心深处有着非常柔软的一面。不论你们是天性里边铁骨铮铮，还是后天的故作坚强，这个人的到来其实都会让你们卸下伪装的。因为他会给你们撑腰，就是当你们感觉自己被爱的时候，你们的身后就好像有一座山一样，这是一种非常扎实的爱啊。那些浮夸的语言，就是没有那么多浮夸的语言，这个人他对你们的这种好啊，会落实到这种实际行动上。所以说这个火象特质的权杖三，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质，他会可能有的人在感情上面是光说不做，但是这个人呢，他们是光做不说。之所以他们会喜欢你们，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啊，在你们故作坚强的外表下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善良的内心啊，他们会被这种特质所打动的。所以说这张宝剑六呢，就是说在他们可能会为了你们跋山涉水，跨越层层阻碍找到你们，你们两个人可能一开始就是异地的，有一种佳偶天成的感觉。而且呢，我们抽到的这张占星神谕卡，它有一个 Mercury retrograde， 就是你们两个人一开始的这种感情是非常的不稳定的，非常的动荡的，不被外界看好，有很多人为的干预和阻碍，可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或者说这种外部现实层面的压力。但是这种阻碍越强烈，反而会更加促成你们两个人更快的在一起。你们的婚姻可能会遭遇到原生家庭的一些干预和阻碍，但是你们两个人越是有这样的一种外部的压力，你们两个人反而会越会紧密的绑定在一起啊。所以说圣杯骑士这张牌呢，我觉得对方的话呢，他的太阳一定是火象，
但是他的月亮星座可能是水象，就是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他们其实在骨子里边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温柔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他们不擅长语言表达，但是他们的行为是非常温柔的，非常尊重你们的。你们会感受到他的那种真诚啊，还有那种吸引力啊，会在长时间的相处当中一点点的流露出来啊。它是一种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发出的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会默默的支持着你们，他们有一种那种不张扬的爱啊，内敛的爱。他们可能只会在就是追求你们的时候，才会显得特别的有侵略性啊。但是你们在长时间的跟他相处过之后，你们会发现，其实他在骨子里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甚至这个人在就是你们未来婚姻上的这个伴侣会有一点像你们的父亲。就是首先他从身材上来看是非常高大的啊，有一点像是那种北方人的感觉。他会把你当成是女儿一般的去宠爱啊。这组牌呢，你们要么就是和父亲的关系很好，或者说比较认可父亲身上的某种特质，想要以父亲的标准去找结婚对象，结婚对象身上可能会有父亲的影子。要么就是另一种极端，就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原生家庭啊，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是缺位的，所以说你们有一点渴望从伴侣身上去找回那种缺失的遗憾。为什么说这个人为什么说你们未来的婚姻伴侣有这种特质，可能也是会和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深处的渴望有关啊。但是我抽到的这张愚人牌啊，就是说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松弛，就是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们整个人都会变得很从容，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有退路，你们有靠山，他会支持你们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命运之轮，就是说这个人的到来，他会改变你们命运的轨迹啊，他也是你们命中注定会遇到的一个人。他的出现可能会很突然啊，命运不会给你们任何的准备的，突兀的出现，然后你们两个人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对你们来说是那种既神秘但是又非常真诚的人。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Pluto Transformation， 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现，他会让你们脱胎换骨，他的出现会让你们换一种方式去生活啊，强力的改变你们命运的轨迹。你们可能会从这个人的身上啊，发现未曾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一种特质，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们会从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你们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种深处的渴望吧。你们会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啊，甚至是看到超越自我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啊。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被这个人所吸引，因为这个人身上他既拥有你们所拥有的那种特质，但是他也拥有你们渴望拥有但是还没有拥有的那种特质。所以说这种感情它是有一点崇拜在里边的。你们两个人既懂彼此的语言，也懂彼此的沉默，所以说他看起来很粗犷，神经很大条，其实他的心思会非常的细腻啊。你们说过的话他都会默默的记在心里，喜欢的不喜欢的他可能会比你们自己更加了解你们。之所以你们会变成这个愚人呢，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段感情当中啊，这种爱它不会让你们变得狭隘，它会让你们整个人伸展开来，变得广阔和深远啊，道法自然。在这种自然行为里边，爱的力量和灵的力量是密切相关的，甚至这个人的到来会帮助你们灵性智慧会有一个觉醒。它会让你们抛弃一切强迫的、刻意的、僵硬的、不舒展的、不自然的念头啊！你们置身其中，身上的污浊之气会化为清气，彼此互相成就，而不是互相紧勒、彼此收缩啊！爱最终会把你带回你自己，让你不再贪恋任何外界赋予的角色，也不再容得下任何的其他的生活方式和别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么第三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牌是权杖女皇啊。权杖女皇这张牌，我的感觉呢，这组牌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恐婚，或者说因为你们太独立了，独立到甚至不太需要另一个人来帮助你们，或者说成就你们。而且呢，我们抽到的这张吊人啊，这个吊人他也有一种很极端的一个想法在里边。我觉得可能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是独身主义啊，有一点那种不婚不育保平安的感觉。所以说
你们可能是真心觉得感情本身是非常不稳定且不可靠的，你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对于亲密关系啊，内心当中存在着一种焦虑，而且呢，权杖女皇这张牌啊，你们自身在事业和学业上面是会非常的出色的，你们的眼光也会非常的高，你们自身的条件其实是没有什么短板的，各方面都比较均衡，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进入到婚姻当中啊，你们随时都可以进入到婚姻当中，但是呢，你们可能唯一不擅长的就是感情啊，或者说不擅长处理这种亲密关系。宝剑骑士这张牌呢，你可以看到啊，你们身披铠甲，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有一点把自己封闭起来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宝剑3和这张高塔牌，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要去谈感情的话，就是说在你们的这个命运的剧本里边，你们的感情之路会非常的坎坷和曲折。宝剑3啊，你们可能会经历3次失败的感情，或者说有一个人会对你们造成3次伤害，然后在经历过这3次伤害以后，你们会从中觉醒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封心所爱。然后这张高塔牌呢，它象征的是一种破裂的天然不稳定的倾向，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不要太早结婚。如果你们太早结婚的话，你们可能会经历一次离婚啊，因为高塔它本身就象征的是一种关系的破裂。所以说这是你们人生的一道坎儿啊，一道劫。要么是不婚，要么是晚婚，你们才能够避过这道劫。对于你们来说啊，感情或者说婚姻呢，你们其实是处在一个很割裂的世界里边的，就是在你们的世界里边，幸福的人非常的幸福，而不幸的人又各有各的不幸啊。所以说你们对于婚姻本身呢，可能说内心也是非常的复杂吧，既抵触，但是潜意识层面又有一点点期待，也可能是你们自己本身是很享受一个人独处的这种状态，你们很享受自由，很害怕自己在婚姻当中因为生育或者说照顾家庭而牺牲掉自己的自由啊。我不是说这组牌绝对没有可能进入到婚姻当中啊，这组牌呢，它有2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就是你们可能会早早的结婚，就是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婚姻是什么的时候，你们就会和一个人结婚。要么就是你们会在人生的某个时间节点上彻底的想明白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某种层面上你们可能并不会把自己完全的彻底的去托付给另一个人啊，你们可能没有那么相信爱情，你们有一点恐婚。那么这张高塔呢，我觉得你们像是非常害怕自己在一段关系里边失去控制啊，要么说会谈那么1到2段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的感情，要么就是压根不敢走入到这种亲密关系里边，因为你们很害怕结束，所以你们可能根本不会选择开始。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未来的观点还有想法可能还会发生一个变化，因为你们其实也不懂你们自己，你们内心的需求是很矛盾的，很复杂的，就像是一个幽暗深邃的迷宫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抽到这组牌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就是你们对于未知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和抵触啊。那么这张圣杯8就是它也是你们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边啊，你们整个人非常的洒脱自在，或者说这张圣杯8它有一种看破世俗的追求，看破世俗，然后去追逐一种更高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那我们在这组牌面上呢，我们其实还是抽到了一个可能出现的正缘的星币骑士啊。即使你们抵触或者说有点害怕亲密关系啊，但是命运依然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安排了一个人出现啊，他就是土象特质的星币骑士啊。这个土象特质的星币骑士呢，他有很强的这种土象能量啊，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这是一个讲道理、有规划、有逻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想要什么的人。他很明显啊，有着自己的节奏啊。你们在和他相处的时候呢，其实你们是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的。你们2个人可能认识了很长时间啊，因为某种契机让你们2个人能够再一次的擦出这种爱的火花。正是因为你们2个人认识了很久啊，所以说彼此不存在这种信任的问题啊。你们2个人都是那种知根知底的感觉啊。土象特质的桃花，他的事业心是很重的，他是一个很倔强、很固执的人，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也会对自己喜欢的人爱到极致啊。他们的这种爱是很饱满、很丰盛的。你从这张牌就可以看到啊，他们手上的这个星币啊，就是说，
他们是很真诚的，会享受那种平凡的生活带来的稳定和安全啊。这个人在感情当中可能他不是很会表达自己吧，他们手上的新币代表的是他们可能会很慷慨的给你们花很多的钱，他们会用物质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啊。当你们见惯了那种感情当中的技巧和套路之后，你们看到这个人反而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啊。这个人是在你们命运的人生的道路和剧本上面最有可能和你们结婚的一个人，即使你们是恐婚的，但是这个人他也是有可能让你们卸下自己的防备和伪装的。所以说这组牌抽到的人啊，你们的结婚会比较晚，至少要到30岁以后，因为你们要把这件事情彻底想明白以后，你们才会进入到婚姻里边。所以说你们是那种既清醒又痛苦的人，因为看得很通透，所以说会主动的选择孤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